这一季18集水溜一半，化疗来对敌，元老全解散，编剧搞偷袭，儿和孙互换。闪电侠不再奔跑不足为奇，艾瑞斯未孕先生恐怖至极啊！鸡毛蒜皮说急就急，本性难移。威尔斯终极回归，神速开袭。我是瓜皮儿，闪电侠第7季前情提要。神速大军入侵中城的目的水落石出，他们为了神速本尊奥古斯特而来，谁先掌握本尊就能控制战局。其中一方势力邀请闪电侠加入，非有忌敌。白瑞拒绝了他们，也遭到了攻击。在迪哥的帮助下，众人找到了失去记忆的奥古斯特，同时白瑞的女儿也穿越到了2021年。2049年的中城，奥古斯特为了得到无限的速度，袭击了所有急速者。作为闪电侠的后裔，诺拉姐弟肩负起了对抗他的重任。未成年的巴特喜欢耍点花招，但每次都被姐姐臭骂，觉得小辈儿不可靠，是闪电侠家族祖传的毛病。姐弟争执的片刻，奥古斯特逃到了闪电侠博物馆，利用跑步机回到了过去。之后就有了他们和父亲相遇的场景。巴特震动过人这招给切斯特惊到了，说你们是父子我都信了。这料提一句，危机后的时间线已经发生了改变，此诺拉已经不再是第5季消失的诺拉，而是一个崭新时间线的 XS。 言归正传，未来的切斯特帮了姐弟俩大忙，这才得以让他们守护忠诚。隔代亲自然也得表现下，很明显未来的白瑞教导有方，儿女都不敢扰乱时间线。但这次白瑞想要破例，让孩子们跟自己一起对抗神速大军。神速大军的速度皆为人造，所以切斯特正在研发一种可以抵消人造速度的设备。曾与诺拉相处的时间很久，对于他白瑞并没有很陌生，这个儿子看起来也很好接触。关于另一个诺拉的故事，两个孩子都很清楚。诺拉本人不仅不介意，还很开心，曾经用另一种方式陪伴了父母。也就你开心了，当时可给我们观众整坏了。谈笑间警报拉响，闪电家族准备作战。此时神速大军正街头斗殴，三人赶到现场时，他们默契地停了手，本想分头行动，却不料所有神速都追向了巴特，嘴里还念叨着杀死敌人。白瑞命令儿子过来集合，但闪电侠的后裔又怎么会听话呢？没出几秒，巴特就躺了。若不是神速电力不足，巴特就被抬走了。他装作一副尽在掌握中的模样，面对父亲的质问，巴特没敢说出真相。终于白瑞先暴走了，他不希望儿子因为隐瞒丢了性命。亲儿子紧接着暴走，说出了自己和神速的命运。未来时间线里，神速就是巴特的宿敌，如同闪电侠与逆闪，这么轻描淡写提及死亡，白瑞自然很不舒服。可闪电侠孩子生下来就是气人的，白瑞啊，咱实在不行就重启吧，再来个闪点一比7死强啊！时间穹顶内才想找到个更靠谱点的队友。闪电小子沃利自然是白瑞的首选，可沃利有事缠身无法赶来，反倒是艾瑞斯出现在了白瑞身后。在时间交错里，静之力让他看到了白瑞，包括儿子和女儿。诺拉长大了，也成熟了，但儿子有些麻烦。如果神速真的是巴特的逆闪，那很有可能伤害过巴特的至亲之人。另一边，诺拉正在引导弟弟平息情绪，不收收锐气一定会吃亏的。说着，白瑞就带着艾瑞斯走了进来。甭管刚刚的不愉快，一家人又团聚了。感觉到父亲的表情不太对，巴特开始疯狂转移话题，可最终难逃 talk。他们三人一致决定让巴特避开神速。眼看亲人合伙阻止自己，巴特心态当场炸裂。这一幕似曾相识，诺拉让父母放心，自己会安慰好他。巴特独自一人回到了老宅，姐姐的背叛让他很难受。之所以失控，是因为神速杀了巴特最喜欢的叔叔杰加里克，那个在巴特心里比父亲还亲的急速者。所有人都把他当愣头青的时候，杰却在鼓励他。巴特很想把这件事告诉父亲，这样一来他一定会理解自己，但说出未来会影响时间线，巴特只能忍着。他想起杰说过的话，有时候人必须把肩上的重担卸下。诺拉等着弟弟一起扳倒神速。歇时城，杰重新获得速度，这和神速里的复苏息息相关。他决定到中城援助白瑞，妻子忙于手术，杰马上就要动身。可在此时，神速大军来袭，突然的入侵让杰猝不及防，况且状态不如巅峰，他被当场俘虏。另一边，为了唤醒奥古斯特的记忆，凯瑟琳和塞西尔随身陪同调查。除了跑步机有些熟悉，奥古斯特什么也不记得。而切斯特在阿拉格纳的帮助下，已经把设备研发了出来，但没有足够的能源。想到时间紧迫，白瑞将闪电输入了进去。不久后，诺拉引来了神速大军，白瑞启动设备的一瞬间，他们便瘫软在地上。可压制转瞬即逝，突然到来的反击让诺拉失去了意识。
白瑞挡在女儿面前岌岌可危，好在冰霜及时救场，才争取到了逃走的时间。神速力很快治愈了诺拉，众人这才后知后觉，是因为设备的能源来自白瑞的速度，等于拔了电又给神速充了电。当下他们寡不敌众，白瑞想让孩子们回到未来，待在这儿还要分心去保护他们。两个孩子一气之下又跑了。白瑞、艾瑞斯想要以绝后患，在这个时间线彻底打败神速大军。一旦他们消失，2049年的奥古斯特将失去速度。很快，一则消息打破了他们的幻想，神速大军发来威胁，交出巴特，杰加里克才能活命。这让白瑞左右为难。听到消息的巴特离开，赶往了现场。这一去恐怕是打包抬走了。白瑞二话不说，带着女儿追了上去。可为时已晚，巴特已经上了刑台。诺拉引走了克隆体，留下父亲救出弟弟。白瑞改变了战术，祭出了儿子的共振过人，一招制敌救下儿子。诺拉跑了回来商量对策，敌人数量越来越多，劫重伤，巴特昏迷，闪电家族已经被团团包围。就在此时，大门被踹开了，震波西斯科利用时间场带走众人。巴特一时半会儿醒不过来，但西斯科的回归让小队多了份战力。白瑞把最后的希望寄托在奥古斯特的记忆里，只要他能进入意识，就能彻底打败奥古斯特。城外，乔和克里斯汀正驱车返航，这才发现人们都在往外逃，神速大军已无法无天。终于在杰的帮助下，白瑞有了进入奥古斯特意识的办法。一个声音呼唤着闪电侠，白瑞走进教堂，在王座上见到了奥古斯特。最终决战即将打响。嘿，没有下期见，就是窜稀式。王座上，奥古斯特道出真相，他曾经就梦想拥有光一般的速度，所以发明出了速度公式，得到了想要的能力。可哪有人嫌弃速度更快？奥古斯特不满足当下，四处派人吸收速度。说到底啊，他也只是个人造极速者，真要跑得快还得看神速力，所以奥古斯特更想得到纯粹速度，费尽心机把闪电侠引到这里，就是想他双手供上神速力。奥古斯特清楚，闪电侠不可能把自己送到神速大军手里，更不可能看着忠诚被克隆体毁灭，交出速度是唯一的办法。白瑞没有资格讨价还价。回到现实，白瑞对奥古斯特的眼神都变了。男人到现在都想不起来自己的记忆，眼下人手短缺，白瑞只能请来神速力本尊，他的加入会提高整体实力。神速力的人形态很吃香，和白瑞老妈同脸，还和杰的老婆同脸，他一个响指，所有人实力暴涨，连瑞斯都成为了极速者。紧接着神速力心念一动，巴特当场苏醒，堪称医学奇迹，神医妙手回春的。见到杰的那一刻，巴特傻眼了。此时神速还在内战，乔和克里斯汀疏散了民众。就在他要被手刀杀死时，克里斯汀突然冒起白色闪电，眨眼间两人就来到了几公里之外。随着一阵抽搐，克里斯汀失去了意识。同一时间，众极速者归位，伴随着白瑞一句极速者集结，混战开始了。虽然各显神通，但神速大军也找到了反击的办法。他们开始吸收神速力，并派克隆体入侵了神速力内部。这种情况下，神速力只能回去解决问题，众人的增强被瞬间削弱。好在关键时刻，阿莱戈纳带着仪器赶到，通过他的充能，神速大军才得以瘫痪。刻不容缓，实验室要做好下次战斗准备。下次神速力不在，仪器也损毁，胜率就变得更低了。希斯科和冰霜也在对抗克隆体，他们没有速度，吃了大亏，没一会儿就被围在原地。希斯科只能让冰霜屏住呼吸，靠时间场拖延时间才得以存活。虽然被冰霜臭骂馊主意，可好死不如赖活着。事已至此，白瑞想退一步，他决定给奥古斯特纯粹速度。当然，在做出这个决定前，白瑞有着万全的准备。此时，奥古斯特是懵逼的，他什么都想不起来。但世界所有人都把希望寄托在自己身上，他发誓唤醒记忆就从良，不会让白瑞他们失望的。做不到就是小狗啊！很快，速度传到了他的体内，所有记忆被瞬间唤醒。奥古斯特表情一变，开口就是汪汪汪，叫嚣完化作闪电离开了实验室。白瑞早有预料，他提前让瑞斯呼叫了后援，获得纯粹速度，又吸收了全部克隆体。奥古斯特的实力大涨，换句话说，又有一个比世界上最快的男人还快的男人。白瑞被打翻在地，奥古斯特做事就要吸收他的速度，地袭季唯一高人来袭啊！Miss me? Save it, Dawn.
我想逆闪便是闪电侠的后援，只是请他出手条件不菲啊！梦幻联动啊，兄弟们啊！一个画面让我忘记了前面的talk，直接神速向天一指，一把雷剑握在手中。拜瑞和斯旺照猫画虎，换出兵器，此刻不再是极速斩内战，而是星球大战。刻进 DNA 的嗡嗡声响了起来。逆闪的皮套下藏的是欧比旺，他占领了高地，绝对默契的配合下神速落了下风。逆闪背后一剑带走了神速，但他这次留手了。这个世界上如果有人能杀死闪电侠，那一定是他逆闪。任何对闪电侠有威胁的人，逆闪都会成为他们的威胁。这就是他答应白蕊来帮忙的条件。现在轮到他们的私人恩怨了，只可惜光环覆盖了白蕊，如今的逆闪已经不是闪电侠的对手。他创造了闪电侠，教导了闪电侠，而现在他却不如闪电侠。逆闪的卷土重来只是时间问题啊！刚刚那短短的同框便是本集的核心内容，后面的东西大家肯定不愿意看了，所以我就自主决定删减了，一笔带过一下。克里斯汀的能力是短暂拥有其他能力，他最终选择离开中城。白瑞海尔斯又办了婚礼啊！闪电侠到这算是暂时告别了。最后聊一聊第7季啊，被称作系列最烂也不足为过。主角团解散，极速者靠嘴，太多问题大家也都清楚，对这个剧又爱又恨，怨念也很重。从早期评论都是啥时候更闪电侠，到现在闪电侠啥时候停更，各位肯定跟我一样说一部剧演到了第7季啊，换成时间也都7年了，竟然还要靠着7年前的反派来提高收视率，甚至连希斯科的客串都显得那么的敷衍。威尔斯正脸更是出场不足30秒，这一句实属有些过分，但说到底都看了这么多年了，还差这1顿2顿的吗？吃完就完了，也许该拾起明日传奇给各位乐呵乐呵了。那么到这儿闪电侠第7季就完结了，我是瓜皮儿，下期见。